向前一步是由詹姆斯·克利尔 （James Clear） 撰写的一本畅销书，主要探讨了习惯的形成、改变和影响生活的方式。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概念。原子习惯的概念。作者提出，习惯可以被看作是微小的、原子级的行为。这些小行为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们的积累却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将大目标拆分成小、可行的任务，通过关注和改变这些原子习惯来实现目标。习惯的4个阶段。触发阶段 Q 即习惯开始的信号，它触发了一个行为。渴望阶段 Craving 对习惯的渴望和欲望，是一个对奖励的渴望。响应阶段 Response 实际执行的习惯行为。奖励阶段 Reward 习惯行为完成后得到的满足感，加强了习惯的形成。习惯环路描述了触发渴望、响应和奖励这一连续的循环。通过理解这个循环，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改变他们的习惯。积累小进步，强调积累小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追求瞬间的巨大变革。作者提倡通过每天的微小改进来逐渐构建习惯，以获得更持久的变化。身份与习惯。将习惯与身份联系在一起，认为要想真正的改变习惯，需要先改变对自己的认知和身份。当一个人认同某种身份，他们更有可能采取符合这种身份的行为，从而形成持久的习惯。环境的重要性。书中强调了环境对于塑造习惯的巨大影响，改变环境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行为。设计环境，使之有利于所希望养成的习惯。反馈循环，持续获得反馈是习惯养成的关键，通过不断调整和改进，形成更有效的习惯。总体而言，詹姆斯·克利尔在向前一步中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指导读者如何通过微小的改变来创造积极的生活习惯，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和策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改变和塑造自己的习惯。原子习惯是向前一步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詹姆斯·克利尔通过这一概念强调了习惯形成的微小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下是关于原子习惯概念的详细描述。微小而可行的行为。原子习惯指的是那些微小到几乎微不足道的行为，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习惯的基本构建块。与通常大家对于习惯认为是一些大而复杂的行为不同，原子习惯更强调那些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小任务。拆分大目标。作者建议将大目标分解成更小、更容易实现的部分，通过专注于这些微小的部分，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培养和保持习惯。例如，如果大目标是减肥，那么相关的原子习惯可能是每天走1万步，少吃零食等。聚焦于系统而非目标，强调通过改变系统和过程，而不是单纯追求某个具体的目标，来实现可持续的改变。通过培养良好的原子习惯，你在系统层面上建立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积累效应。尽管每个原子习惯本身可能微小，但它们的积累效应是巨大的。通过持续地进行这些小改变，你将逐渐看到整体生活的积极变化。作者使用了1%的改善每天这一概念，强调小而稳定的进步对于长期成功的重要性。改变基础结构而非结果。通过专注于原子习惯，你实际上是在改变整个习惯的基础结构，而不仅仅是追求某个具体的结果。这种基础结构的变化使得新的行为变得更加自然和不费力。总的来说，
原子习惯的概念强调了通过关注微小而可行的行为来实现积极变化。这种方法不仅更容易实施，而且更有可能持久，因为它建立在连续小步改进的理念上，而非依赖于短期内的巨大转变。向前一步中提到的习惯的4个阶段是触发阶段 Q、渴望阶段 Craving、响应阶段 Response 和奖励阶段 Reward。以下是对每个阶段的详细描述。触发阶段 Q， 这是习惯循环的第一步，也是习惯启动的信号。触发可以是外部的环境条件、内部的情感状态，或者与之前的行为相关的一切。例如，每天到了下午3点，感到疲劳是一个触发，可能会引发想要喝咖啡的欲望。渴望阶段 Craving， 在这个阶段，个体对习惯的奖励产生渴望或欲望，这是习惯循环的驱动力，使个体愿意采取行动来满足这种渴望。使用上面的例子，下午3点感到疲劳可能会引发对能量和清醒感的渴望，即渴望一杯咖啡的提神效果。响应阶段 Response， 这是实际执行习惯的阶段，在这里，个体采取一种行为来满足之前产生的渴望。在上述例子中，响应阶段是去咖啡店购买一杯咖啡，这样就满足了下午3点时的疲劳感。奖励阶段 Reward， 在这个阶段，个体通过采取特定行为得到了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加强了习惯的形成。对于喝咖啡的例子，奖励是咖啡带来的能量和清醒感，这会强化在触发阶段产生的疲劳感。这4个阶段一起形成了一个循环，被称为习惯循环。了解这个循环的构成有助于理解和改变习惯。如果想要改变习惯，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循环的不同部分来实现，比如更改触发条件，替代响应行为，或者重新定义奖励。詹姆斯·克利尔认为，通过了解和调整这个习惯循环，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塑造自己的行为，创造更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习惯环路是向前一步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描述了习惯形成和巩固的循环过程。这个概念包括4个关键要素：触发 Q、渴望 Craving、响应 Response、奖励 Reward，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以下是对习惯环路的详细描述。触发 Q， 触发是习惯循环的起点，是一个信号或条件，告诉你开始执行某个特定的习惯。触发可以是时间、地点、情绪、他人的行为等。例如，下班后的时间可能是一个触发，促使你进行锻炼的习惯。渴望 Craving， 渴望是对奖励的渴望或欲望，是习惯循环的动力来源。它是一个强烈的欲望，驱使你去执行特定的行为。在上述例子中，下班后可能会产生对锻炼的渴望，因为你知道锻炼会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理愉悦感。响应 Response， 响应是实际执行的行为，是为了满足之前产生的渴望，这是你对触发和渴望做出的具体反应。继续使用上面的例子，响应可能是穿上运动鞋，前往健身房或开始户外跑步等。奖励 Reward， 奖励是在完成响应后获得的满足感或收益。奖励强化了整个循环，使得下次面对相同触发时，渴望更加强烈。在锻炼的例子中，奖励可能是运动后的愉悦感，身体健康的改善，或者锻炼带来的自豪感。这4个要素形成了一个闭环，构成了习惯的基本单元。
理解习惯环路有助于认识到改变习惯需要同时调整这4个要素。例如，你可以尝试更改触发条件，替代响应行为，或者调整奖励，以便塑造更健康、更积极的习惯。詹姆斯·克利尔强调了通过理解和改变习惯环路来实现持久变革的重要性。积累小进步是向前一步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强调通过一点一点的小改变来实现长期的进步和成功。以下是关于这个理念的详细描述。微小进步的力量。书中强调了积累微小的进步对于取得长期成功的影响，即使是很小的改变，如果能够持续下去，最终也能带来显著的成果。小进步更容易实现，避免了追求短期内巨大变化所带来的艰巨压力和可能的挫折感。1%的改善每天。作者提倡的一种理念是每天追求1%的改善，这种渐进的方式使得变革更为可持续。如果每天都能做一点点比前一天更好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的积累将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建立良好的习惯。将大目标分解为小、可操作的任务，并将这些任务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通过专注于形成良好的原子习惯，可以逐渐改变整个生活方式，而不必在短时间内做出极大的努力。持续改进的动力。小进步可以提供一种持续改进的动力，每次成功都可以激发更多的积极动力，形成积极循环。这种积极循环使得每个小的胜利都成为一个建立在前一胜利基础上的新起点。逐步挑战舒适区。通过逐步挑战舒适区，人们可以逐渐扩展他们的能力和经验，这有助于提高自信心，鼓励人们尝试更具挑战性的目标。总体而言，积累小进步的理念强调了渐进改变的力量。通过关注微小的成功和持续的努力，人们可以逐渐建立起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而无需过度依赖一次性的巨大努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身份与习惯是向前一步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詹姆斯·克利尔强调了身份与习惯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要想持久地改变习惯，首先需要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身份。以下是关于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身份塑造习惯。作者认为人们的行为习惯是其身份的一种体现。习惯不仅仅是我们做的事情，更是关于我们是谁的一部分。通过将某个行为纳入自己的身份认同中，人们更有可能持续地保持这个行为。身份转变。要改变习惯，首先需要进行一种身份上的转变，这并不是简单的改变行为，而是要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建立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例如，如果你想养成锻炼的习惯，你需要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注重健康和身体活力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想要减肥的人。制定积极的身份标签。将自己与积极的身份标签联系起来，有助于塑造和维持积极的习惯。身份标签是关于你是谁的描述，例如，我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或我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小而积极的行为重塑身份。通过小的积极行为，逐渐重塑自己的身份。每个小的成功都是对新身份的一次肯定。例如，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更积极乐观的人，你可以每天写下一件让你感到高兴的事情，通过这个小习惯来塑造新的身份。一致性与自洽性。保持一致性是身份和习惯之间相互影响的关键。行为应该与所期望的身份一致，形成自洽的整体。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纪律的人，那么你的行为应该反映出这种纪律，形成一种一致性。通过将身份与习惯紧密联系起来，詹姆斯·克利尔提供了一种更深层次、更持久的改变方式。他认为，当人们将习惯融入他们的身份认同中时，这些习惯更有可能在生活中扎根，成为他们的自然反应。环境的重要性是向前一步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詹姆斯·克利尔强调了环境对于塑造和改变习惯的重要作用。以下是关于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环境塑造行为。克利尔认为，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改变环境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行为。例如，如果你想要养成每天锻炼的习惯，把运动鞋和运动服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使之成为你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有助于激发锻炼的欲望。环境触发习惯。环境中的特定触发物可以成为习惯循环的一部分，促使你采取某种行为。设计环境，使之包含触发习惯的元素，有助于让习惯自动化，无需过多的意志力。移除阻碍。改变环境还可以涉及消除可能阻碍习惯养成的障碍。例如，如果你想要减少零食的摄入，可以将零食放置在不易触及的地方，以减少诱惑。社交环境的影响。除了物理环境，社交环境也对习惯有着重要的影响。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可以对你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选择身边的社交环境，以及与那些支持你目标的人保持密切联系，对于习惯的培养至关重要。设计对习惯有利的环境。通过有意识的设计环境，使之有利于你所希望养成的习惯。这包括物理环境、社交环境和数字环境。例如，如果你希望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将书籍摆放在显眼的地方，避免电子设备的干扰。环境改变的长期影响。改变环境不仅有助于培养新的习惯，而且可以帮助巩固这些习惯。一旦环境成为习惯的一部分，它将继续对行为产生影响。总体而言，詹姆斯·克利尔认为，环境是塑造和改变习惯的一个强大因素。通过有意识的设计和调整环境，人们可以更轻松、自然地养成积极的习惯，从而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反馈循环是向前一步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通过获得反馈来调整和改进习惯。以下是关于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了解反馈的重要性。反馈是一个关键的学习工具。通过了解我们的行为和决策的结果，我们可以调整和优化我们的习惯。克利尔强调，积极的反馈可以强化习惯，而负面的反馈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评估和调整我们的方法，建立明确的反馈机制。为了有效地调整习惯，需要建立明确的反馈机制，这可以包括自我观察、记录他人的反馈以及定期的自我评估。例如，如果你希望改善学习效率，可以定期检查学习进度，观察学习成果，并从中获取反馈。正向反馈的重要性。正向反馈是一种奖励，可以强化你的习惯。当你获得积极的结果时，你会更有动力继续执行这个习惯。可以通过设立奖励机制，或者认识到取得的小成功，来增加正向反馈。负向反馈的价值。负向反馈并不一定是坏事，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你重新评估和调整行为，以便更好地达到目标。
通过接受负面反馈，并从中学习，你可以发现习惯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持续的调整和改进。反馈循环是一个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的过程。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应，你可以使习惯更符合你的目标和期望。定期进行自我反思，并根据反馈信息调整习惯，有助于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建立积极的反馈环境。创造一个积极的反馈环境可以激发动力，促使更好的表现。这可能包括与他人分享目标，寻求专业指导，以及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享经验。通过建立支持性的社交网络和鼓励性的环境，可以增加积极反馈的频率和强度。总体而言，反馈循环是习惯形成和改变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通过不断收集和分析反馈信息，你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发现潜在问题，并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塑造更积极、更健康的习惯。